你有没有发现，人生最折磨人的时候，往往不是完全没有机会，而是机会已经出现了，可是你还站在原地，不知道到底要不要跨出去。你明明知道现在的生活已经不够了，这份工作还可以，这段关系也没有坏到不能继续，眼前的环境看起来也算安全，可是你的心里总有一个声音在问你，难道我这一生就只能这样了吗？韦特塔罗牌里的权杖二讲的就是这种时刻，它不是单纯的行动，也不是盲目的冒险，而是一个人站在熟悉的城墙上，看着远方，开始思考自己下一步要走向哪里。牌面中，我们看到一个穿着华丽长袍的人站在高处的城堡阳台上，他的身边有2根权杖，一根被固定在墙上，另一根被他握在手里。他的手上拿着一颗小小的地球，眼睛望向远方的海岸与山脉。这个画面非常安静，可是里面藏着很强的力量。权杖代表行动、热情、企图心与生命力。到了权杖二，火的能量不再只是权杖 Ace 那种我想开始的冲动，而是开始变成一种更成熟的思考。我想要的不只是开始，我还要知道自己要去哪里。所以权杖二最核心的主题不是选择，而是远见。真正的远见不是你马上跳出去，也不是你永远站在原地观望，而是你能不能在行动之前看清楚自己的方向。牌中的人物站在城墙上，代表他其实已经拥有某种基础，他不是一无所有的人，他有位置，有资源，有安全感，也有一定的掌控能力。可是也正因为他已经拥有一些东西，所以他反而更难做决定。很多人在人生中也是这样，如果你什么都没有，也许反而敢冲。可是当你已经有一份稳定工作，有一段还算可以的关系，有一个别人看起来不错的生活，你要离开就变得更难。因为你不是害怕失败而已，你也害怕失去现在拥有的东西。这就是权杖二真正的矛盾。一根权杖被固定在墙上，象征你现在已经建立的生活、习惯与安全区。它提醒你，过去的努力不是没有价值，你今天能站在这里，是因为你曾经付出过。但另一根权杖被他握在手里，象征新的可能、新的计划、新的野心与新的道路。他告诉你，现在不是完全不动的时候，你的心已经开始被远方召唤了。而他手中的地球是这张牌最重要的象征之一，它代表世界变大了，你开始意识到人生不止眼前这一条路。你可能开始想换工作、创业、出国、学新技能、经营副业、进入一段新的关系，或是重新规划自己的未来。可是请你注意，他虽然拿着世界，却还没有真正出发。这代表权杖二不是已经成功，而是站在成功之前的规划阶段。他提醒你，梦想不能只停留在想象里，远方也不会因为你一直看着它，就自动来到你面前。如果你最近抽到权杖二，或者你正处在人生的转折点，这张牌会问你3个问题。第一，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？不是别人觉得你应该要什么，不是家人期待你成为什么，也不是社群媒体让你羡慕什么，而是当你安静下来，你内心真正想走向哪一个方向。很多人卡住，不是因为没有能力，而是因为从来没有诚实面对自己的渴望。你一直说再看看，再等等，还不急，其实是因为你害怕承认，现在的生活已经无法满足你了。第二，你愿意为新的可能付出什么代价？权杖二不是浪漫的幻想，它不是告诉你只要有梦想就会成功，它反而提醒你，任何新的道路都需要准备、计划与承担。你想换工作，就要先盘点自己的能力；你想创业，就要了解市场与资金；你想离开一段关系，就要问自己是否能承受孤单与重建；你想追求更大的世界，就要先让自己具备走出去的条件。真正成熟的勇气，不是什么都不想就冲出去，而是你明知道有风险，还愿意一步一步把自己准备好。第三，你是正在规划，还是正在拖延？这是权杖二最重要的提醒。有些人看起来很有计划，其实只是在用计划逃避行动，一直研究，一直比较，一直问别人意见，
一直等更好的时机。最后1年过去了，2年过去了，人生还停在同一个地方。权杖2会告诉你，观察远方是必要的，但不能永远只是观察。你可以慢慢来，但不能完全不走。你可以谨慎，但不能把谨慎变成害怕的借口。在感情里，权杖2可能代表你正在思考这段关系的未来。你不只是问对方爱不爱你，而是在问我们有没有共同的方向，这段关系能不能走向更大的生活，还是我们只是停留在熟悉，却没有真正前进。如果你单身，这张牌提醒你，不要只是等一个人来填补空白，而是先想清楚你想要什么样的关系。你要的是陪伴、成长、承诺，还是只是逃避孤单？当你知道自己的方向，感情才不会只是短暂的火花。在工作与事业上，权杖2代表规划、布局与扩张。你可能已经不满足于现在的位置，开始想要更大的舞台。这是一张很适合定长期目标的牌，但它也提醒你不要只停留在想象成功的画面，请把远方拆成可以执行的步骤。你要学什么？要累积什么？要认识哪些人？要准备多少资源？当你的梦想变成具体计划，它才会从远方变成道路。在金钱上，权杖2提醒你，不要只看眼前收入，也要思考未来布局。你可以开始学习投资，规划副业，增加技能价值，但不要因为看到别人成功就冲动下注。这张牌要的是眼光，不是赌博。在人生选择上，权杖2告诉你，真正困住你的，常常不是没有路，而是你太习惯站在安全的位置看远方。你害怕失败，所以你说再等等；你害怕被否定，所以你说还没准备好；你害怕一旦出发就不能回头，所以你宁愿假装自己还在思考。可是人生很少有完全准备好的时候，有些门不是等你完全不怕才打开，有些路不是等你有100%把握才开始。你需要的不是冲动，而是承认自己已经看见了更大的世界，然后开始为它负责。权杖2最后要告诉我们的是，你的世界不应该只停在你熟悉的城墙之内。你可以珍惜现在拥有的一切，但不要因为安全就放弃成长。你可以尊重过去建立的基础，但不要因为过去成功就拒绝未来的可能。真正的成熟不是永远不冒险，而是你知道自己为什么出发。当你看见远方，请不要只是羡慕远方，请问问自己，我现在可以做的第一步是什么？也许是学一项技能，也许是存一笔钱，也许是整理一段关系，也许是写下计划，也许只是诚实承认，我想要的人生已经不在原地了。如果你最近也站在人生的城墙上，一边握着现在，一边看着远方，欢迎在留言区分享你现在正在思考哪一个重要选择，你心中的远方又是什么样子？